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玩点酷东西，要在你的 Android 手机上安装 Docker。你没听错，而且最棒的是完全不用 root。你想想看哦，如果能把一个超强的开发伺服器直接塞进口袋带的种，那该有多方便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好，那今天的流程大概是这样，我们会分5个部分，先准备工具，然后建立 Linux 虚拟机，接着设定它，再来安装 Docker， 最后聊聊效能跟可以怎么玩。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OK， 那我们就进入第一步咯，准备我们的 Android 工具包。俗话说得好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来看看我们需要什么。其实东西很简单，你只需要2样。第一，一只性能不要太差的 Android 手机，大概5年内的都行。再来就是一个超关键的 App， 叫做 Termux。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所有操作的指挥中心，它会给我们一个很强大的 Linux 环境。好，工具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咯。因为 Docker 嘛，它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 Linux 环境才能跑，所以呢，我们就要在 Termux 里面用虚拟化的方式盖一台小小的 Linux 虚拟机出来。OK， 画面上的指令很清楚。第一步，先把系统更新到最新，再来安装 QEMU，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来跑虚拟机的核心软体。然后呢，我们去下载 Alpine Linux， 它是一个超级轻巧的 Linux 发行版，用在手机上 perfect。最后，我们用 QEMU-image 这个指令，帮我们的虚拟机切出一块4GB 的虚拟硬碟。好，接下来我们要用 Nano 这个文字编辑器来写一个启动脚本。你可以把这个脚本想象成是虚拟机的发动钥匙，它会告诉 QEMU 说 A 用我们刚刚下载的那个 Alpine 安装光碟来开机哦。哇，这串指令看起来很长，对不对？别怕，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台虚拟机的规格表。你看 M2048 就是给它2G 的记忆体， SMP CPU2 就是给它2个 CPU 核心，后面还设定了网路，这样它才能上网，我们之后也才能连进去，很直观吧？ OK， 脚本写好了，现在我们用 chmod plus x 这个指令，让这个脚本变成可以执行的状态，然后直接执行它。当当 Alpine Linux 的安装画面就出来了。好，看到刚刚那个画面，就表示我们已经成功进入虚拟机咯。那接下来第3步，我们就要来搞定 Alpine Linux 系统本身的设定。一台电脑嘛，最重要的就是要能上网，对吧？虚拟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执行 Setup Interfaces 这个指令。接着它会问你一些问题，基本上照着画面上的提示选 E0 DHCP， 它就会自己抓到 IP 了，很简单。好，接下来这一步算是一个省时间的小撇步，我们要去下载一个叫做应答文件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自动安装的设定档，里面已经帮我们把所有安装选项都选好了，所以只要用这个档案去跑安装，它就会一路自动装到好，装完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机，超方便。注意咯，这一步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又要来编辑 Alpine 这个脚本了。但这次的目的不一样，之前是安装模式，现在系统装好了，我们要把它改成正常开机模式，所以要把那个挂在安装光碟的 CD-ROM 参数拿掉，同时我们还多加了一个8888 port 的转发，这样以后我们在虚拟机里面跑的网站服务，从手机这边就能连到了。OK， 这就是我们最终版的开机脚本啦，把它存档。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想开这台虚拟机，就只要执行 .alpine， 这台设定好的 Alpine Linux 就会马上启动，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好，到目前为止，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啦。我们的 Linux 虚拟机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终于来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在里面安装 Docker。开机进到虚拟机之后，接下来的步骤就跟在一般 Linux 主机上操作一模一样了。先用 APK Update 更新一下套件清单，然后 APK Add Docker 把它装起来。装好之后呢，用 Service Docker Start 把它跑起来，最后再用 RC Update 把它设定成每次开机都自动启动，这样以后就不用手动开了，一劳永逸。恭喜你看到这一步，代表你已经成功在 Android 手机上
不用 root 就装好 Docker 了。所有的技术步骤到这里就全部完成喽。好，那既然都装好了，最后我们来聊点实际的。用这种方式在手机上跑 Docker， 效能到底怎么样？又能拿来做些什么好玩的事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实际的认知，毕竟我们是在虚拟机里面跑 Docker， 效能上肯定会打点折扣，所以它比较适合跑一些轻量级的应用或服务。如果你想跑那种需要超强运算能力的，可能就不太适合了。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手机的性能真的是越来越猛了。我们也很好奇，如果你拿的是最新的旗舰机，跑起来效果会怎么样？说不定会很顺哦。如果你有测试的话，非常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好，那今天就到这边，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喽。